以哈巷战一触即发，哈马斯想凭借加沙地下深处修建的地道网络同30万以军决战。哈马斯地道网这么厉害吗？其规模如何？以军又该如何破除呢？加沙是一片狭长的巨型地震，长约40公里，宽在6到10公里之间。哈马斯高层此前声称，就是在如此狭小的地域修建了500公里以上的地道体系，是其渗入袭击以色列的主要通道。据说此前哈马斯的袭击行动就至少使用了2条地道。加沙地道内部是什么样的？据英国卫报描述称，加沙地下地道四通八达，它们的入口通常是一个隐藏在房子里的深井，需要向下深入10几米到几十米后，才会到达一条铺有混凝土护墙和电缆的地下通道。大多数通道宽约1米，高约2.5米，能轻松容纳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这些地道通常长1到3公里，有许多入口和分支，并与其他地道以及用作指挥中心和武器库的掩体相连，可随时进行突击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也认为，这些地道是哈马斯袭击行动的支柱。复杂的地道网络可能将抵消以色列国防军在技术和情报方面的优势，从而放大巷战难度，并对以军构成致命威胁。2021年，以军声称摧毁了100多公里的哈马斯地道，而哈马斯反过来声称已构筑了500多公里地道，称以军只摧毁了很少一部分。这里面有多少真实，多少宣传，外人无法知道。但想来比不过乌克兰亚速钢铁厂的地下掩体和地道网络。因为亚速钢铁厂拥有着可以抵御核爆的地下掩体、电力供应和一个地道网络，这些加固的建筑物使乌军可以四处活动，并且可在与俄军发生冲突时提供掩护。当初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独立旅谢尔西沃利纳少校的部队就是凭此条件一直与数量远远超过他们的俄军作战。非要打个比喻，这里就像保护伞公司的地下基地，属于地道的终极形态，而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属于刚出新手村级别，就这还是其挖了20年的结果。据以色列国防分析师艾多赫特透露，最早出现在加沙的是走私地道，主要用于埃及走私人员、武器和物资。据说高峰时，加沙通往埃及的地道有2500条之多。哈马斯应是将走私通道相互连接并加固延伸，这才有了现在的进攻地道。在05年，以色列从加沙撤军之前，哈马斯通过在以军阵地下方挖掘地道并放置爆炸物，对以军造成伤亡。之后，在接连遭遇以军空袭打击以后，这些简陋地道就进一步升级为防御地道，用作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和武器储存据点。如今，这些地道已经进化为通向以色列的攻击型地道，且地道也延伸得越来越远了。在靠近加沙边境墙的很多以色列社区附近，就发现了很多地道的隐蔽出口。哈马斯可利用这些地道潜入以色列，发动袭击。而且为了避免挖掘时被发现，据说这些地道大都是依靠人力挖掘，每条地道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完工。如2013年10月，以军在加沙通向以色列的基布兹附近发现了一条位于地下18米、延伸1.8公里的巨型地道，其内不仅有混凝土墙壁和电力系统，还储存了足够的饼干、酸奶和其他食物，可以维持隐藏者几个月的生活。又或是今年10月15日，以色列官员宣布摧毁了一条自加沙地带通向以色列的地道，这是以色列军方数月来摧毁的第5条地道，也是近年发现最长且最深的地道。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乔纳森·康瑞克斯介绍，这条地道开挖于2014年，长达数公里，自加沙北部延伸至以色列南部与加沙接壤的集体社区纳哈勒奥兹附近。由此可见，深知在常规战争中不敌以军优势火力的哈马斯，早就在加沙开始了地道经营。至于哈马斯哪里来的地道挖掘技术，据朝鲜日报10日称，
哈马斯修建的地道有来自朝鲜的技术支持，据称是2014年以军发现的30多条哈马斯地道的部署形态结构等，与朝鲜在朝韩非军事区修建的多条地道相似。另一种说法是，朝鲜曾将修建地下地道的技术交给了黎巴嫩真主党，后者又将其传授给哈马斯。至于修建地道所使用的材料，以色列情报部门宣称，哈马斯将运进加沙原本用于民主项目的建筑材料挪用在了地道建设上。总之，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网将是30万以军行动的最大障碍。突然冒出来的火箭筒或者无坐力炮会使得街上的以军坦克、装甲车寸步难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彼得·勒纳中校曾警告说，哈马斯正规划在以色列境内进行一次同时协同的突然袭击，可能涉及14条通到以色列的进攻性地道，每条地道内至少能容纳10名武装分子，他们将渗透到以色列境内，并造成大规模伤亡。那以军是如何破除哈马斯地下地道网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对以哈双方来说，地下攻防战将在这场战役中起到关键作用。不过，在了解以军破除哈马斯地下地道网的雷霆手段前，先来看看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的办法。他认为，以色列可采取4个步骤彻底打击哈马斯的地道战。首先进行爆破，炸毁地道内的各个铁门，随后使用火焰喷射器直接朝内部喷射，这将使敌人被全部剿灭。第三是对这些地道逐一进行搜索，最后彻底摧毁哈马斯的地下地道。但就像前面说的，哈马斯的地道体系非常庞大，张延廷司令的办法从第2步火力军就感觉很难实现，即便实现，伤亡也是极大的。因为面对熟悉地下地道且拥有现代轻武器的哈马斯，总会有漏掉的哈马斯人员突然冒出来一阵猛烈扫射，所以这个方法极为耗时且伤亡会很大。也有网友建议往地道里灌易燃气体，然后点火，但这样的方法其实不一定管用。大家应该都知道瓦斯炸老鼠或是云爆弹的爆炸效果吧？爆炸时不仅可在瞬间释放出大量热量，形成高温高压，同时还会在作用范围内形成一定的缺氧区域，以此来进行灭杀。以云爆弹为例，有实验表明，一枚普通的云爆弹爆炸瞬间，可在手指尖大小的面积上产生500公斤的超重压力，不仅可使爆炸直径80米范围内的物体瞬间化为乌有，更可将4米厚的混凝土直接炸穿，其威力不亚于核武器。但想用其对付地道是有前提的，就是地道不能太复杂，不然无论是灌瓦斯还是云爆弹，都只能摧毁已知洞口附近的一片地道。比如地道里若有高差的话，灌入的燃气云只会往低处流，这将十分影响摧毁的效果。又或是地道设置的气密门也有隔断燃气云流动的作用，从而降低爆炸气浪的杀伤。当然，这个方法还是有效果的，就是一段一段的清理太耗时间，所以最优解还是以军使用的投放钻地弹办法。美国《华尔街日报》11日报道称，以军已对加沙发动了80多次空袭，重点打击目标就包括这些地下地道。半岛电视台称，以色列在试图摧毁这些地道时，使用了一种威力巨大的钻地炸弹。这些炸弹在引爆前会深入地下，能摧毁坚固目标。在武器装备中，钻地弹这类武器非常神秘，其真实作战参数属于有关国家的机密信息，我们平时只能偶尔从一些媒体新闻里了解一些相关动向。如2019年，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在一次航空展上展出了可钻地的 ROX 超声速空地导弹。2021年，美空军一架 F-15E 发射了一枚 GBU-72 钻地弹进行测试。2022年，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推出了一款增程制导组件，能将多种空投弹药改装为远程精确制导钻地弹药等等。时至今日，钻地弹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弹药体系。据介绍，钻地炸弹可分为2类，第一类是结构相对简单的增强型弹头，纯粹依靠重力和加速度穿透地下目标，引信在弹体穿透地面或攻击目标结构后引爆。第二类分为2级结构，第一级弹头负责在攻击目标外壳上开动，
等炸弹钻进去后，在内部引爆主装药。如此前以军就曾多次动用美制 GBU-28钻地炸弹，炸毁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地道。2021年，以色列还向美国提出购买新型 GBU-72型钻地炸弹，因为它能穿透30米泥土或60米混凝土后再爆炸。其产生的冲击波还能引发攻击目标以外更大范围的地下结构塌陷。由此可见，尽管钻地弹载体多样，型号威力各不相同，但均是打击地道网络的好手，其依赖的也是自身的3种本事。首先是飞得远，不仅可以打击更大范围内的目标，还可以从防区外发射，提高了以军载机的安全。目前钻地弹主要采用以下2种途径来增强射程：一是研制新弹翼助力炸弹飞行，二是加装发动机，其次是打得准。钻地弹的打击效能取决于2个因素，一是水平定位，二是垂直定位。为确保水平定位准，钻地弹一般会采取多种制导方式来提高水平定位的精度，如美军研制的 GBU-57钻地弹，同时配备 GPS 和 INS 2种制导方式。为确保垂直定位精准，钻地弹一般会采用延时或智能引信，在达到一定深度时再引爆弹药，以达到大杀伤。延时引信一般会延时300毫秒以上，智能引信则可探测识别保护层和目标层，在到达预定位置后才起爆。最后是钻地弹的看家本领，穿透力强。当前一些国家列装的钻地弹壳体所用材料很多都是高强度钢和乌基重合金，甚至是直接利用弹道导弹或超声速导弹的推进部来提速，从而增加穿透力，这样钻地深度也会大幅增加。至于未来钻地弹会如何发展，目前一些大国正在研发钻地能力更强的钻地弹，而升级方式一种是通过采用新的战斗部来提高钻地弹深度，一种是改进战斗部的引信设计，进行更智能的引爆。或许未来的智能化引信不仅能够感知地下介质的变化，还能让使用者实时掌握钻地弹在地下的位置，只需通过数据链就能及时修改钻地弹清澈深度、起爆时间等参数。最后一种升级方向是朝着一弹多用进发，因为只有对用不同材质建造的地下工事采用毁伤效能不同的钻地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装有高功率微波发射装置的钻地弹，爆炸时产生的微波就能烧毁地下指挥中心、通信中心的电子设备。不难想象，之后以军的钻地弹和哈马斯的地道网的斗争较量还将进一步升级。好了，大家觉得哈马斯的地道怎么样？你还知道哪些对付地道的方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